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6月18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每一次的深度解读，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绝不踏空。明明都沾比特币的光，为啥 Coin 和 MSTR 一个单日大涨 7.77%， 另一个呢却是盘中下跌 3%？ Lucy 的粉丝们肯定猜到了。周一我盘前的广播里首次对 Coin 做了看涨分析，可昨天反手就是对 MSTR 做了看空期权。当市场还在纠结同板块为啥不同命时，技术面早已经剧透了结局。今天咱们就撕开 K 线图，老规矩啊，觉得技术分析有用的扣888，看 Lucy 的预判如何被走势精准验证。今天呢，我们同样从两个方面去给大家做一下分析。那首先呢，就是对纳指的一个这个走势的一个分析。那到目前为止呢，纳指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走势，我们所参照的呢是周线的一个这个结构9。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了科技巨头的话，它现在呢涨跌不一啊，暗流涌动。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是如何把握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去看一下热门股票分析。那这里呢，肯定要先说一下特斯拉还有英伟达呢。那接下来呢，就是 PLTR 还有 MSTR 还有 Coin。那么这个Coin 的话呢 ，Lucy 是在这个盘前广播里去给大家去把握了这一根大阳线的一个提前的一个埋伏。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粉丝留言的ETHD 这个以太坊的一个做空的一个 ETF 会去分析一下。这边 Lucy 呢也会给咱们的观众送出一份福利，就是你最想听哪只股票的深度拆解，可以在评论区把代码刷起来。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纳指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去分析一下纳指现在涨一天跌一天其实呢它现在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个进行一轮上攻。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参考的一个标准呢，其实就是这一根这根阴线的一个高点，也就是19800点这个位置大家要记好它的一个这个点位。那么如果说它一根阳线没有突破这个位置的话，那 Lucy 认为短暂的一个这个头部呢就即将见顶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纳指它的一轮反弹的话，到现在为止呢，也是维持了将近2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它又回到了一个接近2万点的一个地方。那么所以说短暂的一个高点呢是19800点这个位置呢，我们只能说纳指它等一个消息出来。不管是美联储的一个降息消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利于纳指的一个走势的话，到目前为止呢，现在还没有看到。所以说从技术走势分析的话，那 Lucy 会按照它的一个 MACD 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那进一步的话，它肯定是向下的一个方向这个是可以确定的。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Lucy 的粉丝们肯定是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降了仓位。所以说呢，我们对纳指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分析就等它一根大阴线结束掉这一轮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高点。那我们从这个周线来去看的话Lucy 上周就已经说了，它现在呢周线已经走到了结构9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离前面的一个高点的话，也就是仅仅这一根阴线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呢已经在等待它的一个方向选择。而且我们财生朋友基本上都是一个降低仓位的一个存在，也就是说现金在手。所以说纳指的话呢，看好戏喝茶看戏就可以了。这个是纳指周线的一个分析。那么从日线上呢，我们的财生朋友就等一个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散财童子的一个出现。那么这个位置呢 Lucy 也会跟大家呢去一起去观察。那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Lucy 的一个盘前的一个解析去说纳指的首先呢，我们周一的时候去讲到了它的一个这个高点，因为上个星期五它出现冲高回落呢，其实我们是以5日均线来去做参考的。那么我们的一个仓位呢，应该是降到了2到3成这个是给大家回顾一下。所以说我们刚刚呢去讲，就是说我们本周的一个参考空头走势是否开启的话，就是观察周线的一个黄 K 在周五收盘是不是有被有效跌破。那刚刚我们去看到了，它现在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黄色的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一旦跌破的话，其实我们的波段仓位就要离场了。
而且在昨天的一个这个看法当中啊 ，Lucy 一直坚持的是什么呢？坚持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一根 K 线啊，周一一根 K 线收回，那么是假跌破，但是这个位置我们要观察的就是19800点，刚刚我让大家记住的那个点位。所以说现在呢，它就没有出现一个新的高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如果进一步，因为昨天是一根阴线。如果它要进一步下跌的话呢，那我们本周的一个走势的话，那我们就看准了本轮的神奇九转的一的一个开盘价是多少呢？19014.44。那么这个地方如果说它不被跌破的话，那这个地方我们还可以低吸。但如果说它继续拉升，你就一定要看好这个点位。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近2天的一个给大家盘前发布的一个播报。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特斯拉这只股票，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但目前为止呢，现在特斯拉呢是在一个箱体中间震荡，而且呢，昨天在我们的一个内部直播里Lucy 有给大家讲到，就是特斯拉呢，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它的一个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战法，但是这个单阳不破呢，其实与之前有一些变形。那么想要了解的朋友呢，你可以去回看一下Lucy 的一个这个内部的一个直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昨天是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一根阳线呢，其实还没有5个点大概4.8%，4.8%。也就是说，现在呢，虽然它在一个窄幅震荡过程中呢，但是这一个缺口309.83到310.657这个位置呢，是还没有被踩掉。所以说，暂时这一根阳线的一个防守呢，还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之前有给大家去讲过，这一个颈线呢，它的一个直线是332。然后呢，我们把低点的一个连线呢，我们会发现这里是一个收敛三角形，也就是说收敛三角形的话呢，它要去选择一个方向。所以说特斯拉呢，如果说它想选择向上的话，那么它就要站稳332这个位置。但现在呢，显然收盘价的话是316就还在这个区间。那它能否进一步下行，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呢是300元左右。那 Lucy 也在盘前的一个广播里有去给大家讲，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那特斯拉2天的给大家在这里展示。首先呢，我们说周一的时候特斯拉它还在一个上升趋势当中。那么它现在呢，我们定义为它是一个强势反弹。所以说331.9块的上方的一个套牢盘呢，现在是出现了冲高回落那也就是用这个来形容了一下它的一个现在的一个震荡。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要去怎么去参与特斯拉，因为它在上升的一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是什么呢？就是盘中可以根据30分钟和60分钟的蓝白 K 加上龙头引力的聚宝盆，一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提示去做短线的一个低吸，如果没有出现的话呢，那就放弃低吸我们先等一等，毕竟震荡没有什么肉可以吃。那相应的呢，如果说你做了一个特斯拉的一个对冲的一个 ETF 的话，那你可以去做一个这个高抛低吸。那么这个是星期一给到大家的。那昨天呢，其实特斯拉的话呢 ，Lucy 在这个盘中去看到了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60分钟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调的一个动作。那么短线区间呢是就在这个区间震荡也就是刚刚说的收敛三角形是成立的。所以呢，我们还是维持这个抄底套餐不变也是关注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目前粘合的一个走势。它的走势呢是在什么？在310附近有一个缺口，就是我们刚刚去看的那个缺口有支撑。所以说暂且呢 ，Lucy 昨天提示的是TSLQ 呢可以择机先离场，就是我们呢还是要等待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话呢，它的机构成本线指的是哪一块呢？就是这一个绿线组，大家可能会看不清楚。那么这边呢 ，Lucy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个绿色的，我们看到绿色的这一组线，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参考。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特斯拉它在这一轮反弹的过程，底部呢我们是能发现信号的，就是它这一个聚宝盆加上我们白色的 K 线和蓝色的 K 线，也就是说纷纷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低点，而且呢 MACD 是一个底背离，所以这个位置呢是它的一个相对来说波段的一个低位。那么在机构成本线的一个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其实上一轮的一个反弹，那么它就已经穿过了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粘合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呢，特斯拉它虽然出现了一波大的一个回调，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蓝色的 K 线呢已经达到了这个机构成本线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它才会出现连续3天的一个反弹。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之前有给大家讲过啊，就是这个龙头股的一个走势。那么现在呢，特斯拉它现在已经走出了一个这个龙头股最底部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 Lucy 让大家把 TSLQ 先了结掉，也就是这个原因。也就是说，特斯拉呢，它在这个绿色线组的这个地方呢，一带是有支撑的，也就是300元附近啊。所以说，现在特斯拉呢，越接近这个成本线的话，越是一个低吸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去做特斯拉波段的朋友呢，你在这个地方就要看准了它的一个价格。那么大概是这个310左右，它的一个价格呢是可以去做到这个低吸的。那如果说我们有这个提示的小伙伴，比如说你会发现特斯拉在下方的时候，它的60分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白 K 加上聚宝盆的话，那它妥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说喜欢做特斯拉波段的朋友呢，那你要关注这样的一个信号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话， Lucy 也会在我们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里去提示大家。讲到这里呢， Lucy 介绍一下我的盘前广播就是 Lucy 的粉丝订阅粉丝，你是可以紧跟我每日的一个最新动态的。那么就是这里边的盘前广播呢会给到大家。那么盘前广播呢，你的最好的一个追踪器，如果说现在关注了 Lucy 还没有去订阅收到资讯的朋友们，赶紧去找我的助教，就是在这个订阅通道呢，就是在咱们视频下方置顶链接里面你去加到 Lucy 的助教老师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还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的话，那你听好了想跟上 Lucy 的技术前瞻分析，那你第一步肯定是点个订阅。那作为见面礼的话呢， Lucy 会给咱们的新朋友立刻解锁整整1周的会员课程体验Lucy 这边呢会讲这个美股洞察，它的时间呢是香港时间的下午5点。那么本周的话呢，是设在周2和周3还有周5的这样一个时间，是3节课会给到大家。这里边呢，其实可不是普通的福利这个里边 Lucy 会讲什么呢？就是更深入的技术分析，还有精准的走势拆解，还有独家的一个预判的一个方法。就比如说本周Lucy 呢有做到这个 Coin 的一个提前的一个预判。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就会给大家像 AMD 的一个飙升Coin 的一个大涨，我们的财生朋友是如何赚钱的，这里边会给到大家去讲解。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财生朋友们的一个分享，也就是说 Coin 的这个赚钱384%也就是 3.8 倍，前天拿到的。另外呢，我们AMD 的一个大涨的话17倍，我们这边的财生呢也是抓到了一个尾巴做了一个翻倍。这都是在 Lucy 的一个洞察课里面是可以学到的看到的。如何去领取这样的一个广播呢？那就是说在 Lucy 的一个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面加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然后给他发送口令2个字礼物。因为最近 Lucy 发现有很多朋友这个加进来之后呢，不知道要说口令，那么这边再提醒一下，是礼物2个字就可以领取了。那么咱们的盘前广播呢，这个体验期是30天那么赶紧去领取。如果说你在技术分析里想要学到更多的一些关于龙头股的一个知识的话，那么这边呢 Lucy 的团队的老师也准备了2周的一个课程。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的主题就是钱在哪里，财富就在哪里。刚刚 Lucy 讲的特斯拉就是走了一个龙头股的走势。那如果说你学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分析的话，那你就能把握住特斯拉它的一个上涨的节奏。那么课程呢是会分为这个从6月17号到6月20号，6月24号到6月27号。所以说想要学习龙头股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加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么近期的话呢，英伟达它是在一个这个震荡区间去缓慢的上行。如果说想在英伟达上面去交易赚钱的话呢，近期会是比较难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等这个英伟达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个机会。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英伟达它去选择下跌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这里边呢 Lucy 给大家画一下它现在呢它的一个这个均线组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发散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们知道均线在发散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收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个线型呢就会比较这个符合它的一个这个波浪的一个走势。所以现在的英伟达我们等待的不是说它如何去创新高，
等待的呢是英伟达如何去这个回调。如果说回调到某一个支撑位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英伟达的一个低吸这是 Lucy 看到的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个分析。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英伟达现在还没有发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参与的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Lucy 其实呢有在盘前呢有一直跟踪英伟达。那这里呢有提到英伟达它是上周五走了一个十字星并没有说太多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有跟大家有讲过就是周线序列呢是出现了8，根据过往的一个规律呢，9会出现回调，所以说本周的话大概率是向下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持有正股的话，我会建议你去关注一个反向对冲品种是 NVDD。那么大家也知道Lucy 是做期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会叠加一个 put option 在这里面去跟踪。那如果说还不知道方向的有大多数朋友可能会认为英伟达还会继续涨。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激进类的期权爱好者呢，你可以去用一个long straddle 的一个策略去参与。那么 long straddle 的话 ，Lucy 在这个铁粉的一个视频里面会给大家有提到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如何去操作的。那么昨天呢也是同样的一个，其实没有说太大的变化，就是因为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也没有太多的一个这个波段可以去操作，所以说呢我们还是维持这样的一个这个观点不变，所以大家呢要能看懂我的一个盘前的一个说法。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呢是 PLTR 的走势，我们来分析一下 PLTR 近期的一个走势图目前为止呢 PLTR 的话，它是在周一的话是出现了一个高点144块8毛6，也是这一轮的一个这个新高。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呢 Lucy 有去分析过首先呢在这个133块1毛7这个位置呢，它突破了这一天我当时有说，我说如果说它站稳了这一个上方的话，去刷新它的高点的话，那 PLTR 它还会有这个继续向上拉升的一个动力。那么在目前为止呢，其实昨天的话6号 K 线已经出来了。那这里边呢 PLTR 我们的分析呢就会用到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九转的一个这个。现在我们看到了 PLTR 呢，它现在是出现了一个这个6的一个这个数字，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去观察，就是说它这个九转会不会连续的一个数字出现。那么前方呢，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九转出现的话呢，如果说它跌破了9号 K 线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跌破这样的一个阴线的话，那就是离场的一个机会。所以到目前为止，它现在是6，那我们就要去等后面的7、8、9如何出现。那么之前呢，我们是在这个技术课程分析里边呢，有老师给大家讲过，就是它的高点有可能会出现在8、9，也就是后面的3天。所以说PLTR 的话，那我们本周有持仓的朋友，那你就要关注了，它的7、8、9高点会在哪一天出现。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6的话，它昨天只是出现了一个回踩5日均线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就还没有开始跌。那么如果说后续它的一个这个走势的话，我们看到了7和8，也就是说星期四的话出现了8的话，我们就要去看它到底是一个阳线还是一个阴线，或者说它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黄 K。 所以说现在呢 Lucy 认为，如果说你持有 PLTR 的话，目前为止暂时安全。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关注的呢，就是后续在周四周五的一个走势。那么到目前为止呢，现在 PLTR 它 MACD 的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金叉，并且呢出现了绿色的柱子，所以说结合指标的话，它现在还处于一个安全的一个位置。另外呢，我们的龙头引力呢，现在还是只有酝酿没有出现资金的一个离场。所以我们在做 PLTR 的朋友呢，那你就要小心了。你的持仓呢，现在可以暂时不要动，但是想要做空的朋友呢，你现在也不能去参与这个是 Lucy 给到大家的一个分析。这张图表呢是 Coin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Lucy 呢在本周会给大家提示到 Coin 的一个机会，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去看这一段，这里呢会有写周一的时候呢是提到了日线箱体震荡1个月左右。那么上周五呢出现了是什么呢？就是同时出现了30分钟和60分钟出现了白色 K 线和聚宝盆的一个信号。那我们财生朋友一看到我写到这个呢，其实就明白了。我们知道 Coin 它会有一个上涨的一个这个动作会出现。那么它股价呢目前是接近5月13号的一个阳线的低点，这里呢提到的一个阳线一会儿 Lucy 画一下。那么它的股价呢不跌破231块4毛9，那它就会存在短线的一个波段差价的一个机会。
那么止损呢设置在230元附近啊，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阳线的底部的一个缺口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周二的话呢 Lucy 有说啊，单日大涨 7.77%， 所以说再一次验证了我们抄底套餐的威力。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同时出现了啊回踩机构成本线粘合处，所以说不破后大阳拉升。它这个位置是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机构成本线不破啊，不被踩破，那么后续呢还是会继续的一个上行。那么短线波段呢可以继续持有。那止盈位置在哪里啊？肯定会有朋友说，如果我买了，我怎么止盈？那么止盈位置呢，也是可以参考60分钟均线啊，就是这个黄 K 是否被跌破，还有就是散财童子的一个形成。那我们也在昨天的一个内部的美股洞察里面啊，会给大家讲到啊，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去离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啊，也有这个日线，如果说你突破，它现在是一个选方向的一个时候啊，突破上沿的话，271.9毛5这个位置，它还会继续拉升。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的财生朋友呢是在这个地方用了期权啊，大赚3.8倍。而且呢，在 Lucy 直播的时候，我们还有财生朋友啊是买到了 Coin 的啊这个股票，赚到了 7.77% 的一个日内的收益。我们来看一下啊 Coin 为什么会被 Lucy 发现。首先呢，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5月13号的大阳线，指的就是这一根啊。那么这一根的话呢，其实我周一提示的时候，它还没有这2根 K 线，它在这个地方震荡了有接近1个月的一个时间，那么它还是没有破这个位置。而且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根绿色呢是170日均线。我们知道啊，如果说股价还在170日均线的上方，那就证明它现在还属于强势。所以呢，它没有破大阳线，而且它也没有去回踩这一个缺口，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呢是有意图的去有一个支撑。那么如果说它支撑，我们到底知道它能涨还是不能涨，我们要去看哪里？就是去看60分钟。那60分钟刚好被 Lucy 发现它走出了啊一个白色的 K 线，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个聚宝盆。所以在这一天 Lucy 就提示了啊，说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我们知道60分钟去抄底的话，它大概能走3到5天的一个行情。这个呢是60分钟的一个 K 线啊，我们看到这里呢是有一个白线啊，白线我们刚刚说的叠加呢我们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Lucy 就果断认为啊 Coin 呢是有一个啊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上涨。那我们知道60分钟啊它的一个这个抄底的一个信号，它会决定什么呢？决定1到3天的一个反弹。所以呢，我抓住了这一次机会啊，在盘前又给大家讲，是第一次呢去分析到了这一只股票，不负众望啊，它在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跳空高开呢，出现了黄 K， 但是没关系啊，它的一个 K 线的一个数字呢其实是序列4，如果说它能走完一轮上升9的话，它必须要等到9。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啊，它9之后呢出现了一个这个跌破的一个阴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是做日内的或者做波段的，它当天上涨了 7.77% 啊，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涨幅。那么它有可能把这个1到3天的涨幅走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昨天又看见了什么呢？又看见了它的一个蓝 K。那我们知道蓝 K 其实就是机构低吸的一个信号。所以说我们财生朋友啊，你想把这个机构动向啊走的这个节奏比较完美的展现的话，那你就要依照这样的一个操作了。那我们首先 Lucy 帮大家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的话，后续你看到蓝 K 的话，那你也可以去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差价。那如果说你在这里出掉了，然后呢依照蓝 K 的规则你再买进去的话，我相信啊 Coin 的这波机构的一个走势的话，就稳稳的被我们拿捏了。那这个是对 Coin 的一个分析。所以说在现在的一个过程中呢，昨天它是出现了一个大阳线之后的一个回踩，但是所幸呢现在目前并没有跌破啊这一个阳线，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那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就是啊，如果说60分钟它在上面，它在这个地方如果遇到压力了，也就是说271.9毛5这个地方遇到压力的话，那我们可以依照黄 K 60分钟的黄 K 去做一个出场的一个这个止盈。那么这个就是啊 Lucy 给到大家就是 Coin 现在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啊在我的文字版里边提到，如果它突破了这个地方啊，也就是271.9毛5这个地方出现了阳线突破，那么它还会走一个啊上升的一个波段的走势。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啊我们就等待啊它的一个突破的话，你再去跟进就可以了。那么喜欢做期权的朋友呢，那你肯定要等到它突破啊这一个箱体之后，你去做一个 call option 啊，这个就是 Coin 的一个分析。
那同样的呢，都跟比特币有关啊。我们来看一下 MSTR 的一个走势。那近期呢 MSTR 的话的相对来说就会弱一些。之前呢我们会分析到啊，这样的一个蓝 K 给到我们的一个提示，所以说短期的波段呢也被我们拿捏了。那近期呢 MSTR 的话，它现在啊技术分析这个位置呢，其实它有缺口没有回补，这是第一个啊，显示它比较弱势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啊，前方已经出现过机构的一个离场，也就是我们看到了日线呢，其实有3彩童子，也就是说机构在离场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是慢慢的震荡的一个出货的一个行为。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MACD 早就给我们提示了，它一直是红色的柱子，而且在零轴附近呢也没有金叉上。如果说没有金叉的话，一旦这2根啊这个快线和慢线跌破了零轴之后呢，它就有可能出现一波啊有质量的一个回调。所以说之前呢 Lucy 有在这个地方提示过大家啊，如果说跌破了364块2毛5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去做 put 的啊一个机会。但是呢 Lucy 比较着急啊，就在昨天呢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信号，就立马开仓了 put， 也做到了76%的一个收益啊，当日啊就离场了。我是在最低点这个地方出掉的。这边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呢 MSTR 我选择了是本周到期的一个 put 啊，合约价格呢是375，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其实它只在啊375块附近啊左右呢再去这个震荡，那么我就分成2笔呢，在这个6块6的一个位置，还有它的一个最低点的一个位置去参与了。而且呢我们看到了啊，它随后呢就出现了一个 put 的一个拉升，也就是说分时呢它的一个下跌。那么它在下跌的过程中呢，其实这个位置啊分时它是出现了蓝 K 啊，出现了蓝 K， 而且呢它出现了一个这个接近低洼区的啊聚宝盆的一个位置。所以说 Lucy 呢果断在这个地方啊分2仓出掉了。那现在看来的话，我们是在上半场的时候结束了一个交易。那现在呢，看到 Lucy 的一个出场的一个位置呢，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高点。所以昨天对 MSTR 的一个交易呢，就非常完美，那给到了一个76%的一个收益。这个是对 MSTR 的分析。所以呢，现在啊，我们来看到呢，其实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后半场的一个反弹呢，是可以看得见的。从30分钟的话，我们看到啊，我的一个出场的位置就是在这儿。那么它为什么出场？那很简单了，我们这个地方出现了蓝 K 啊，而且出现了聚宝盆啊，那它就是有反弹的一个需求啊。那我的一个空单在这个位置就 close 掉了。这个就是我们 MSTR 的一个分析啊，昨天做了一个日内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粉丝朋友留言的啊，2倍做空以太币，就是 ETHD 啊这一只标的。那我们看到呢，通过我们的一个指标显示呢，其实它昨天有上涨15%的一个这个涨幅。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有这个聚宝盆的一个字样。虽然没有聚宝盆的字，但是它会有啊它的一个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15%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呢咱们的粉丝朋友是不用担心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如果说它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龙线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要谨慎啊，谨慎一些。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块有一个黄色的 K 线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如果说在前一轮的话，你在这儿遇到了吗？第二天它是实打实跌破了，其实是应该出场的。那么昨天的话呢，我们来看到，其实它的一个好的方面是怎么样？它是出现了一个 MACD 的一个绿柱的一个增加，那么它是有资金流入的，那这 Lucy 就会判断啊，它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当然如果说我们参考它的一个高点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有一个压力。所以说根据现在的一个情况的话，因为它是2倍做空，其实 Lucy 呢不太提倡啊说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的，那么你的仓位呢就一定要分配好。这是啊 Lucy 给粉丝们啊做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